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小薇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男孩从黑暗里走出来的故事。一个6岁的男孩在家门口玩耍时被人骗走，被残忍地挖去了双眼。当父母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倒在血泊里，奄奄一息，眼眶空空。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孩子的一生完了。13年后，这个男孩以721分全国同专业第1名的成绩考上了长春大学，即将成为一名攻读计算机与中医双学位的盲人大学生。数学145分，语文123分，英语129分，解剖学139分。一个看不见这个世界的人，却考出了让大多数看得见的人都望尘莫及的成绩。他叫郭斌。今天就请跟随小薇一起走进郭斌的故事。2013年8月24日傍晚，山西省分析县城郊，6岁的郭斌像往常一样在家门口玩耍。农村的孩子邻里之间串门玩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。一个女性走过来喊他：“郭斌，你家还打麻将吗？”郭斌应了一声。女人说：“跟我走。”6岁的孩子对大人没有什么戒心，他跟着走了。他被带到了野外的一处荒沟，在那里有人对他实施了残忍的伤害，挖去了他的双眼。家人发现孩子不见了，连夜持着火把在野外杂草丛中搜寻。一位进山捕蝎子的村民匆忙赶来报信儿，说郊外荒沟里躺着一个孩子。一家人发疯似的冲向那片荒草丛生的山沟。当人们终于找到郭斌的时候，孩子倒在血泊里，浑身血迹，气息奄奄。他的眼睛没有了。次日清晨，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找到了被挖出的眼球，孩子被紧急送往山西省眼科医院，经过全力抢救，命保住了。但医生告诉家人一个残酷的事实：永久失明。一个6岁的孩子从此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了。这起案件当年轰动了全国，824伤害儿童案的悬赏通告全网发布。一个稚嫩孩童无辜受难的模样，让无数人为之揪心。当时我们感觉天都塌了，不知道孩子的未来该怎么办。郭斌的妈妈王文丽后来说，可谁也没想到，更令人心碎的真相还在后面。案件侦破的过程中，公众都在猜测凶手是谁，仇人报复，拐卖儿童。警方发布了10万元悬赏通告，监控画面很不清晰，只远远拍到了一个人抱着一个孩子走过的瞬间。当时的传言很多，有说嫌疑人是黄头发外地口音的。郭斌向警方回忆，作案的是一个人，女性。2013年8月30日，一个让人意外的消息传来，郭斌的伯母张慧英在自家院内跳井自杀了。9月3日，山西警方通报，案件告破，犯罪嫌疑人是郭斌的伯母张慧英。关键证据是什么？在张慧英的一件紫色上衣上，警方检出了10余处血迹， DNA 鉴定与郭斌一致。在那件衣服的袖口和领口还检出了混合 DNA， 包含郭斌和张慧英2个人的。警方的结论是，这件衣服是张慧英穿的，具有唯一性。一个让所有人无法接受的事实，对孩子下毒手的是他的伯母。据后来报道，郭斌家与伯母家关系一直紧张，常因赡养老人的问题发生争执，但这种家庭矛盾怎么就能让一个人对6岁的孩子下这样的毒手？更让人心碎的是孩子自己的话。办案人员问郭斌，你为什么跟他走？他说，他长得和我大大一模一样。办案人员又问，那你为什么又说不是大大了？6岁的郭斌回答，他抠我眼睛，他抠了我眼睛就不是我的大大了。血缘在这一刻被一个孩子亲手撕碎。而张慧英的自杀让这起案件的作案动机成了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。他死了，但留给这个孩子的黑暗是永恒的。一个6岁的孩子在这一刻对亲人这个词完成了最残酷的重新定义。案子破了，凶手死了，
可郭斌的人生还要继续。一个6岁的盲童，出生时就患有先天性唇腭裂，父母是农民，家庭经济条件本就困难，现在又失去了双眼，这个家庭几乎被碾碎了。但就在所有人都为这个孩子感到绝望的时候，命运悄悄打开了一扇窗。2013年9月，香港眼科名医林顺潮团队为郭斌提供了免费治疗，为他植入了义眼球和义眼片。虽然无法恢复视力，但外观上看起来和普通人没有太大区别。更大的转机发生在2014年，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周德军看到相关报道后，专程带着一名盲童前往医院看望郭斌，用真实经历鼓励他振作，并邀请他来武汉学习。当时北京、广州等多地盲校都向郭斌抛出了橄榄枝，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的是一个俯身的拥抱。那天，郭斌和家人来到武汉市盲童学校，音乐老师张龙正在教室里带着盲童们排练葫芦丝。看见小郭斌来了，张龙什么也没说，俯下身子轻轻抱住了他，把他拉进班里和孩子们一起玩。郭斌高兴地主动唱起了歌：小草，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，从不寂寞，从不烦恼，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。在歌声里，这个刚刚经历人生至暗时刻的孩子觉得自己不再孤单了。那一刻，年幼的郭斌笃定地说：我要在这里上学。这一留就是12年。为了让郭斌安心求学，湖北教育部门为他开通绿色通道，解决外省学籍问题，全程免除学杂费、书本费，每月按时发放生活补贴。学校还贴心地安置了他的家人，父亲被聘为学校保安，母亲被聘为学校生活教师，姐姐顺利入读本地小学。一个山西农村的盲童家庭，在异乡被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小心翼翼地拼凑了起来。张龙主动申请担任郭斌的小学和初中班主任，一守就是9年。12年来，郭斌始终唤他妈妈。郭斌的妈妈王文丽感慨地说：如果没来武汉，彬彬大概率早就辍学打工了。是这座城市，这所学校给了我们第2次生命。很多人以为一个失明的孩子能活着长大已经是奇迹，但郭斌不，他说：我看不见别人，那就让别人看见我。他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在张龙老师的引导下，郭斌展现出了惊人的音乐天赋。2017年，他已经是学校电声乐队的贝斯手。2019年，他作为6点天使艺术团的贝斯手，用歌声助力武汉军运会。2022年，他以贝斯手身份加入 VMV 乐队，与盲校校友一起推出了原创单曲《暖》。音乐成了黑暗世界里他最忠诚的伙伴。他会5种乐器：葫芦丝、陶笛、印第安笛、贝斯、唢呐。但音乐只是他人生的一部分，真正让人震撼的是他的学业。视力的缺失让郭斌的求学之路比常人坎坷100倍，无法目视书本，无法直观演算，别人一眼看懂的知识点，他需要反复触摸盲文，反复推演复盘。每天凌晨4点半，当城市还在沉睡，他已经摸摸索索地起床练贝斯，再去上课。高2时英语是短板，1年时间从80分提到了129分。他的高3数学老师郑小坤说，一道题他总会反复钻研，摸索出多种解题思路，还常常耐心地给同学们答疑解惑。他的成绩实至名归，是日复一日的自律与拼搏换来的。2026年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考试放榜，郭斌这个曾在黑暗中摸索的山西男孩考出了721分的好成绩，满分800分。数学145分，语文123分，英语129分，解剖学139分，化学94分，物理91分，全国同专业第1名。郭斌被长春大学录取，即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中医双学位。郭斌成为了一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。721分，全国第1，双学位。
任何一个标签放在一个普通19岁孩子身上都足够耀眼，更何况这是一个6岁就失去了双眼的孩子。陪伴郭斌走过12年求学时光的张龙老师说，黑暗曾夺走他的世界，却从未困住他的人生。他是苦难中开出的一朵向阳花。从全网心疼的山西挖眼案受害男孩到全网敬佩的励志少年，在武汉求学的12年，郭斌把命运的绝境活成了生生不息的希望。但最打动我的不是他的成绩，不是他的音乐，而是他谈及未来时说的话。郭斌说，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学成后回到武汉市盲童学校任教，用自己的经历与所学守护更多视障孩童，为他们撑起一片光明蓝天，将这份温暖与善意永远传递下去。学业有成后，我想回到武汉市盲童学校当一名老师，守护更多曾经的自己。一个被亲人伤害至深的人，最大的心愿竟然是回来保护别人，因为自己淋过雨，所以想给别人撑伞。那个当年张龙老师俯身给他的拥抱，如今他要一个个的传递给更多的孩子。2013年，那个6岁的男孩被夺走了光明，他的人生在6岁那年被一个亲人残忍地按下了黑暗模式，所有人都以为他完了。但13年后，他用721分告诉所有人，我没有完。他看不见这个世界，但他让这个世界看见了他。有人用血缘的名义夺走了他的眼睛，有人用陌生人的善意给了他第二次生命。同一个家人的概念在回与旧之间被彻底撕裂。但郭斌选择了原谅这个世界，选择了回报这个世界。他最大的梦想是回到那所改变他一生的盲童学校当老师，把当年那个俯身的拥抱一个一个传递下去。命运夺走了他的光，他索性把自己活成了光。我是小薇，感谢你听完今天的故事，愿每一个在黑暗中挣扎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。感谢收看今天的小薇说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小薇说案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。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小薇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